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勾勒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重建或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，却只能装傻。只有1炷香的时间。我来晚了。没事，还没庭审呢，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这里的典狱欠了我一个人情。是不是饿坏了？我带了你最爱吃的。来，尝尝。怎么了？郡主当时就死在我面前，我却没能救她。我知道，他不会枉死的。这笔账，我迟早要跟那个人讨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我相信。时辰到了。年华，风月暂缓也罢，剑影刀光不曾怕，冷暖无常总变化。此生为你牵挂。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重建或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走吧。
郡主自戕，让杨家孤女背上一个杀头的罪名。主人这一石二鸟之计，真是高明啊！哼哼，跟我作对，就是这个下场。主人为什么不揭露杨采薇的身份，只潘越一个知情不报，一同打入大牢呢？当年虽悄无声息地除掉了杨继安，但他的案子在朝上仍有不少旧臣心存疑虑。骤然翻出个女儿还在世，恐怕会另生波折呀。更何况，潘越现在虽未入狱，但形同笼中困兽，孤家寡人一个，无人无权，有何可惧？盯住潘越，如果他敢铤而走险，我们就正好名正言顺地把他就地处决。是你？何事啊？属下有个不情之请。今日左京非在，不便开口。哦，你说来听听。属下知道，杨家孤女与主人为敌，死有余辜。可毕竟曾经相爱一场，那日公审之时，我想去见她最后一面。你还真是挺像你爹呀，重情念旧，想去就去吧。谢主人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芷儿她的性格虽然会蛮横一些，但是她怎么可能去杀人呢？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救她？或者，咱们去找皇后求情？没用的啊？什么叫没用的？难道等着她被砍头吗？上官芷已经死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上官芷已经死了。你记不记得，在我府上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向我保证的？
现如今，沈儿为你犯下了弥天大祸，而你却袖手不管，你还算个男人吗？蓝颜，若上官兰究竟是哪只眼睛瞎了，认你这样的人作为朋友，我今天就要替我妹妹出了这口恶气。总有万千绝梦，如何墨画轻舟，相思成灰，你既不还手，你也不肯解释，你以为这样我就可以原谅你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是我欠你你还是不肯去救他，对吧？好，我去。上官兰，在我大婚之日，上官芷就已经死在河阳了。10年前，杨采薇的父亲被江族奸细陷害，全家被杀，只有杨采薇一个人逃了出来。这么多年，他们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。他们原本计划在我大婚之日斩草除根，可谁曾想，上官芷掳走了杨采薇。有个女人死了，尸体要过来祭放，如何死的？先死。杨采薇为了查出杀人真凶的线索，冒充上官芷来到了我的身边。我们刚刚查出这幕后之人的真实身份，不料却被他抢先一步，设下陷阱，利用郡主的死来陷害杨采薇，逼我们走入绝境。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非常的不公平，但当时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。上官芷的尸身，我保存在了河阳的宾馆。我本打算等水落石出之后，再向你父亲请罪，坦陈一切。我告诉你，你说的这些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什么改头换面，什么提着奸细，这和我的女儿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不想去救他。好，我救。
遇到了点意外，我摔了一跤，还好没有误了及时。芷儿，怎么样？你好些了吗？你是谁？你还说笑？我是你哥哥，芷儿。你别过来！我不是上官芷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我走错路了。芷儿。啊？他可是宝才啊。宝才。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怕他？我也。太尉放心，这明日庭审定会为郡主讨一个公道。潘公子，你再不离开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慢着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潘公子啊！哎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牵挂狱中的上官芷。潘公子，你还真是重情重义呢。不过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上官姑娘，外表看起来是如此的娇弱，哎，竟比男人还要刚硬啊！就是，我是怎么拷打她，她就是不认罪呀。早知道这样，今早出门啊，我就不该换我的这双新靴子。我杀了你，公子！公子，放开我！哎，别这么粗鲁嘛！这要是打伤了咱们潘公子，这上官姑娘临死都要心疼的。贾全，你以为你的局很高明？若不是你的亲信堂审，无论谁来也定不了上官芷的罪。这是吗？潘越呀，潘越，既然你这么不忿，行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明日让你亲自主审，我倒是要看看，你站在堂上，亲自审着心上人，还能否这么振振有词啊？啊！哎呀！记忆沾血海明灯，烫一壶浊世苦酒。沿着诗书在春秋，看波澜惊涛不休。道一曲别来无恙，痴一生斩断情由。身负这无量劫炼狱，只为守护温柔。总有万千权谋，如何墨画情愁？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
人犯上官职。愿待从头，总有心也无数，如何知我病故？且细沉，沉醉不归，归去莫忘来时路。七窍玲珑，点上满目。 快点，不可虐待犯人。是，大人。今日堂审，凶多吉少，你可害怕？潘越说他有办法，我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，那就是对他的不信任。 你爹当年也和你一样，这般的勇敢无畏，也许是真心的相信我们这些兄弟吧。走吧。 高公公、贾太尉、贾夫人到。潘越，今儿待你不薄，不要负了他一片心意。 潘公子，既然已经答应主审，想必自有分寸。夫人不必忧心了。夫人，请。 带人犯上官职。犯人来了！潘大人，
这些是皇后想要知道的问题，请务必逐字逐句地询问人犯，其他多余的就不用多问，以免有以私害公之嫌。上官芷，本官奉命审理郡主被杀一案。皇后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第一，潘越与郡主大婚在即，听闻你素来痴缠潘越，你与潘越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民女确实仰慕潘越，可潘越从未给我任何承诺，一切都是民女痴心妄想。不知廉耻！一个巴掌拍不响了。风雅院之事，潘越知情与否？是否合谋？若从实禀报，可免你家人株连之罪。面会郡主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潘越毫不知情。你是否因情杀人？郡主究竟有何对不起你之处，让你对她有如此恨意？没有，郡主巾帼不让须眉，我欣赏她，从未有过恨意。民女再三陈述，民女冤枉，郡主是自杀而死。还不认，就是他杀的。坚儿向来要强，怎会自杀？简直是信口雌黄。上官芷，你说郡主是自杀，你可有证据？郡主胸前的伤口是右手持匕首自枪之举，角度是从上至下，伤口应该左窄右宽，只要开棺验尸，就能证明民女所言非虚。一派胡言！据验尸记录，郡主胸前伤口血肉模糊，是多次捅刺造成的，难道不是为了泄愤？尸体一定是被人破坏，想要掩盖自杀真相，混淆视听。大人，只要开棺验尸，辨别伤口，查明死因，就能还民女清白。还想亵渎姬儿的遗体吗？痴心妄想！夫人，死者如果生前遇刺，伤口其痕肉阔，皮缩骨漏，血阴四判；可如果是死后刺伤，那一定是血不灌阴，肉色干白。只要能够开棺验尸，就能证明郡主就是自杀而死。其他几刀都是郡主死后有人想要故意栽赃陷害而为之。各位大人，此案另有蹊跷。我是该不顾真相继续宣判呢，还是择日再行审理？潘公子，你为了帮上官芷脱罪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岂敢？潘某只是不想负了太尉所托。各位大人，外面有位公子，说是郡主被杀案的证人，请求通传上堂。他可证明上官芷居心叵测，素有阴谋。
风雅院的证人只有司马轩一人，怎会有其他的证人？据传，让他上来。是。上官兰，你意欲何为？启禀大人，这个人根本不是上官芷，他是河阳义庄收尸人杨采薇。真正的上官芷，早就已经被他害死了。灵儿。 杨采薇，莫不是前几个月潘大人去河阳迎娶的杨继安之女？杨采薇，你杀死我的妹妹，利用巫术顶替成她的身份，这件事情你承不承认？我假冒不假，可事出有因。 并无歹意。告诉我，你为何杀死我的妹妹？换走她的身份，潜入京城，潜入我的府邸，你到底有何打算？上官公子。 我早知你百口莫辩，既然如此，便一命抵一命。七下令，一针灭人。 不能让他死了，快传御医！流了这么多血，怕是来不及叫御医了。那就送太医署，快！来人，小心解球！动手！
公子，你方才为何要招惹贾太尉啊？他让你逐沈阳姑娘，其实就是为了看你无法冷静，伺机拖你下水。无论是牢房还是刑场，我都没有机会救出采薇。只有公开审理他，让贾泉看足我的笑话，掉以轻心，我才有可乘之机。原来如此，那公子，你打算怎么做？阿泽，我需要一批武功高强的人手，你去。潘越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你的话我全信。贾泉害死了芷儿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扳倒。不光是我，还有身后的死士，随时听你调遣。神阙左下2分，刺伤之乱，疑惑生机。既然如此，便一命抵一命。我从外面买了些药，总共有6包，你拿着给姐姐煎了喝吧。好。姐姐，你醒了。小姐，慢点。这什么地方？这里本来是选送歌妓的院子，阿泽已经调查过了，石落院的人都走了，他们应该猜不到我们会躲到这里来。潘越呢？他没事，他受了一点伤，阿泽在给他上药，放心啊。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要是伤到脏腑，跟你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只是没想到你都记得。神阙左下2分，幸亏刺在这里，只要救治及时，便没有性命之忧，不然我就见不到你了。关于你的每件事，我都记得。我们现在可是有一样的疤了。上官公子呢？他已离开京城，暂避风头了。这份情谊是我欠他的。这次我们连累太多人了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扳倒贾泉，否则他们都会受牵连。多少次坠落，才能对爱恨从容不迫？谁都莫问放手那一刻是洒脱还是软弱。许是误入了心门，是仓皇的不忍，是不敢与你只做路人。挣扎几番红烈，哪怕玉损，却不枉此生。若是草木皆离人，若山水皆空门，一朝梦也心深。只愿不
负这相思浮沉，只愿已不负这段绵绵情深。许是误入了心门，是仓皇的不忍，是不甘以你只做路人，挣扎几分红烈，哪怕预算，却不枉此生。我是草木皆离人若山，世界空门，一朝不夜心深。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，只愿已不负这段绵绵情深，不负这段